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 K。有关注键盘的小伙伴可能知道啊，最近杜卡诺发布了一个 VM80，后台就有粉丝私信我说他很喜欢杜卡诺家的外观，并且有一个大尺寸需求，所以就问我这个 VN98怎么样。正好我之前也没有做过杜卡诺的键盘视频啊，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下 VN96现在还值不值得购买。刚发布的时候啊，还是蛮多人吐槽的，比如说什么大键翻车以后定位板处理的不到位，但以上这些问题在这一代都得到了改善，起码我观察了一圈之后啊，是没有发现明显的瑕疵的。还是老规矩啊，先和大家省个流，这把键盘最低的入手价是599块钱，如果选 TDC 的轴体还得再加个100块，就是699。我手中这个就是最低配的 MO 粉轴 V2。经过这个迭代啊，我觉得这个 OM 粉轴已经是完全可用的状态了，所以我个人还是蛮推荐这个轴体的。一方面是比较便宜，一方面手感也可以做到让大部分人满意。先来看到键盘的外观部分啊，杜卡诺家的标志性大旋钮跟一般的旋钮放在一起啊，视觉差距是非常大的。右侧的边框部分配合旋钮做了一个相同的弧度设计，整体的键盘的融合度啊，我个人觉得是目前带旋钮键盘中比较好的一款了。同时也因为旋钮的存在，挤压了键盘的部分空间。主要的改变还是在右侧的数字区，加减被压缩成了1U 的长度，而且删除了数字区锁定。我个人觉得对于使用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右侧加减长度的修改对比2U 长度的加号，明显误触概率会增大很多。如果经常使用这部分的话，还是得适应一段时间的。键盘背面就做的比较简洁啦，没有多余的设计，中间是一块贴纸，在左上角和键盘一样做了一个大圆弧的倒角。2.视觉收纳槽在两段式脚程的底部，需要把脚程打开才可以正常的取出接收器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防止接收器丢失。键帽也是杜卡诺的一大亮点，ASA 高度的球帽在字符上做了高度的设计，和键盘圆润风格是非常搭配的。但是在材质上这个水粉配色就换成了 ABS， 对比之前枪灰色版本的 PPT， 肯定寿命的话就没有那么理想了。换来的就是非常丝滑的按键手感。我这个键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瑕疵的，在 F6 侧边有一个鼓包，就是在注塑的时候有空气进入造成的。这个价位有这样的瑕疵，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的。所以各位到手如果发现了，也不要惯着，该退退该换换就 OK 了。这把键盘的外观设计就介绍到这里了，你可以给这个颜值打多少分呢？使用手感方面我这把键盘搭载的是海木的 MO 粉轴，这个轴体对比一代的提升还是蛮大的，改善了一代手感比较粘滞的问题，也让这款轴体从之前的可用变成了一个较为优秀的水平。但如果你对游戏性有比较高的要求就不要选这个 MO 粉轴了，37克的触发压力实在是太轻了一点，而且回弹力度偏弱，不太跟手。大键方面，空格的表现非常优秀，没有任何杂音，处理干脆。但是几个小键的表现就比较肉了，润滑质打的比较多，回头的话还是得自己处理一下。接下来就是键盘的拆解方面了，拆解过程是非常简单的，甚至不需要螺丝批和撬棒等这些工具，上下盖卡扣很软，用手指甲就可以轻松掰开。定位板通过14个硅胶片和底壳接触，因为是硅胶垫片加上钢锭，所以这把键盘的形变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了。但在声音方面依旧是保留了一定的 Gasky 味道。如果想继续往下拆的话，需要先把旋钮拔下来。可以看到旋钮透过这块定位板的开槽和底部的小板接触，同时这块小板上也集成了充电接口和电源的开关。内部的填充方面，有一大块开模的硅胶垫，定位板和 PCB 之间也有硅胶和波龙的轴下填充，出来的声音可以说是非常扎实了。底部的2块电池单个容量是3000毫安时，总共6000毫安时。官方宣传是可以提供300个小时的关灯续航，对于这个电池容量可以说是中规中矩了。主控是易兆威的 YC4132，蓝牙芯片是博通 BK3632，集成了 2.4G， 并且支持低功耗，支持蓝牙5.0的双模式。实际的体验中并不会有延迟和卡键的情况，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到这一步可以说是把整个键盘都给大家拆解展示了整体看起来599的售价对于这把键盘来说，轴体价格稍微低了一些。MO 粉轴 V2 目前在海鲜市场的价格是不到1块钱一克的，对于想买来换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但如果你不想折腾，我觉得这个 MO 粉轴也是可以满足你大部分的需求的。
至于外观方面就见仁见智了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外观还是非常好看的，可以说是一把完成度很高的键盘了。如果是游戏玩家的话，就尽量去考虑水绿轴；平时文字类办公比较多，也可以考虑这个 MO 粉轴。好了，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